江爷爷在这次爱宝乐园的夏日演讲中，又爆料出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和宋爷爷搭档时的照片。不过这张照片中，江爷爷完全是来衬托宋爷爷的。江爷爷这大胡子宛如一个野人，很是接地气，而宋爷爷则是一副都市精英的样子。江爷爷在演讲结束后，又急忙赶去了熊猫馆。江爷爷的一天还是很忙碌的，因为照顾宝家对于江爷爷来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更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在外工作再忙，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还是要腾出时间来去接自己孩子回家。江爷爷来到园区后，爱宝这时已经等不及要回家了。爱宝在奶爸的通道门徘徊着，眼瞅奶爸迟迟不给自己开门，爱宝在通道门口铲了会儿青团。这时恰好姨姨一抬头，看到瑞宝脚滑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不过爱宝没有对其担心，而是铲完青团后便直接回家了。瑞宝从树上下来后也老实了，不再折腾，趴在了小亭子上等待着什么。而远处的辉宝此时也趴了下来。一会儿江爷爷走了进来，姐妹俩小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爷爷。江爷爷先是摸了摸瑞宝的小脑袋，然后又走向了辉宝。这时瑞宝眼看爷爷不跟自己玩，反而走向了妹妹，于是瑞宝也跟了过去。但结果江爷爷又走回来了，可怜的瑞宝只好再次跟上爷爷。瑞宝只想跟爷爷多玩一会儿，于是瑞宝看到爷爷回家了，自己也立马跟上回了家。但结果没回家的妹妹却享受到了爷爷单独的宠幸。瑞宝回家后，江爷爷再次来到园区接辉宝，果然还是会撒娇的孩子，有糖吃。就这样，辉宝在江爷爷的2次宠溺下也回了家。江爷爷这次收熊下班还算顺利，起码姐妹俩没逼得江爷爷下跪。福宝的身材越来越圆润了，看福宝在树上吃竹笋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毛绒公仔。圆润的肚腩再配上福宝的大头，引得不少姨姨们的萌物心都犯了。从树上吃饱饭后，福宝来到树下活动消食，结果还没等肚子里的消化完，福宝又来到了室外。来到室外，福宝的第一件事当然也是干饭了，因为刚在室内园区吃过了，所以福宝只是简单的吃了2口就又饱了。吃饱后的福宝开始在园区里散步，先是跟看他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在园区遛弯。口渴了就自己到饮水盆前喝水，喝完水，福宝走到观景竹前，检查了一圈有没有新长的竹笋。福宝感觉自己不够高，又站到了小木床上，但是不太稳。福宝怕自己摔下去，便又老老实实下去了。经过福宝的一圈的视察，并没有发现新长的竹笋。一会儿，爷爷趁福宝在树上睡觉的功夫，来到园区给福宝更换竹子，将新竹子放置好后，再将福宝吃剩的竹子扛走。福宝睡醒后，发现了小木床上新添置的竹子，还有自己喜欢的胡萝卜和竹笋。福宝坐到小亭子上，便开始大快朵颐。胡萝卜是边吃边掉。吃完胡萝卜后，福宝拿起硕大的竹笋，福宝嘴里还剩一块没嚼完。福宝先是将其吃完，可以看出福宝吃饭很是讲究。就这样一天5、6顿饭，福宝不想长胖都难。福宝今天刚在室内园区吃完饭，就急着去室外园区玩耍。福宝在爷爷的门口徘徊个不停，但爷爷一直不来，这可给福宝愁坏了。福宝站起身，试图给爷爷敲门，但爷爷就是不理福宝。福宝等了好长时间，但房门里却始终没有动静。等着急的福宝小情绪上来了，一个翻滚来到了小木床旁，爬到小木床上后，又在竹子堆里打了个滚儿，再用一个翻滚从小木床上下来，最后再一个翻滚到达小亭子旁。福宝用4个翻滚环绕了室内园区一圈。刷新记录的福宝还特意在木头桩上留下了一个新标记，但福宝依旧很无聊，只能在园区里打转，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没劲儿了，便跑到了树上睡起了觉。而一觉醒来后，福宝似乎把要出门玩耍的事情给忘掉了，而是来到了小亭子上面，吃起了爷爷新添置的嫩竹笋。对福宝来说，只要有竹笋，再多的烦心事也可以忘掉。福宝大口咀嚼着竹笋，用味蕾充分感受竹笋的味道。好吃的竹笋使福宝开心地仰起了头。吃完竹笋后，福宝感觉肚子还是有点空空的，便又吃起了身旁的竹子。一段时间之后，福宝的小肚子明显隆起，肚子上还放有一堆竹子皮。江爷爷正怀抱着他的宝贝孙女福宝来园区晒太阳。江爷爷将福宝轻轻放在小亭子上面，给福宝检查了一下身体，顺便给福宝清理了一下身上沾的爱宝的青团。江爷爷感觉这边的阳光不够好，又给福宝换到了自己特意搭建的横置小树上。横向的木头有助于福宝练习攀爬。福宝看到妈妈也来了，走到木头前和妈妈打招呼。爱宝表示让福宝自己先玩一会儿，自己吃完饭就去陪他。福宝看到妈妈在吃好吃的，自己也想吃。福宝慢慢的从树上往下挪，结果不小心踩空了，重重的摔了下来。福宝很坚强，没有哭，而是爬起来自己拍拍身上的土，
爬到了妈妈所在的小亭子上。福宝从竹子堆里钻过，来到了爱宝的身旁。爱宝怕挡着福宝，还特意挪了挪自己的脚，但福宝动作太慢了，爱宝没坚持多久，便将脚放了下来，刚好压到了福宝身上，给福宝压趴了。爱宝看到压到了福宝，便又将脚抬了起来，而福宝则自己乖乖爬到了一旁，啃起了妈妈刚才吃剩的竹子。由于爱宝忙着吃饭，福宝只能自己玩，一会给自己挠挠痒，一会儿站起来问问妈妈吃完没有。爱宝吃完饭后，将福宝拉到身边，爱宝将福宝怀抱在自己的怀里，打算陪福宝睡会午觉。但是爱宝的胳膊捂在了福宝的鼻子上，福宝表示妈妈的爱有点令熊窒息。福宝自己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之后便和妈妈一起进入了梦乡。福宝今天又贪玩不想回家了，将爷爷拿来竹笋，表示福宝乖乖回家就会把竹笋给他，而福宝却无动于衷的坐在爷爷面前挠起了痒。爷爷看福宝这可爱的样子，自己也跟着学了起来。一会儿，福宝看到爷爷学自己，又拿起了自己的脚丫放在嘴里啃了啃，一下给将爷爷整不会了。福宝心想，爷爷这个你怎么不模仿了？将爷爷看福宝一动不动的样子，选择了主动出击，将竹笋扔到了福宝回家的通道里，想要将福宝吸引过去。福宝坐在原地仔细斟酌着，是选择留下继续玩耍，还是选择回家吃美味的竹笋，这让福宝很难做出选择。看福宝这犹豫不定的样子，刚想抬起的爪子又放下了。经过福宝的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留在园区玩耍，因为室外不仅能玩耍，还有很多野生的竹笋。将爷爷在门口叫福宝，但这只会让选择不回家的福宝心情更亢奋。福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喝水时，福宝看到爷爷一直站在门口等自己。福宝喝完水，走到爷爷身边，告诉爷爷先回去吧，自己要再玩一会儿。福宝跟爷爷打好招呼后，便来到了观景竹前，打算挑选一根美味的竹子，安慰一下自己的小肚子。福宝从园区东边走到园区西边，发现竹林里的竹子似乎已经被自己采摘的差不多了。经过福宝自己的找寻，终于又找到了一根满意的。福宝双手一撑，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根竹子旁边还有一根一模一样的，给福宝一下看重影了。站起来够了半天，始终没够着。福宝感觉这应该是海市蜃楼，便放弃了。好在福宝掉头要走时，在地上发现了一根鲜嫩的竹笋。吃完这根竹笋后，福宝内心也平静了，打算要回家了。但当福宝走到门口时，又停了下来，对室外园区仍有留念之意。停下来环视了一圈园区后，这才回了家。今天江爷爷回答了爱宝是否怀孕的问题。江爷爷表示自己现在也没办法确认，因为大熊猫的特殊性，只能在生宝宝的前1个月才能完全确认其怀孕。而爷爷现在能做的就是每天观察爱宝的行为和当时怀福宝时有何相似之处。除此之外，就是每天收集爱宝的尿液，通过尿液检查爱宝的激素波动。爷爷今天除了汇报爱宝的情况以外，还特意分享了自己新引进的竹笋，名叫国王笋。江爷爷表示，这是特意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运输过来的。而此时的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给福宝一家送去品尝了。江爷爷将新竹笋进行清理，打算先带去给福宝尝一下。但此时福宝还在睡梦中，福宝这四仰八叉的睡姿多少有点乐宝的风范。而此时隔壁的爱宝睡姿也很清奇，正头顶着自己的榴莲睡觉。江爷爷说道，虽然你的青团比较香，但这个姿势多少有点不太美观，要注意自己的淑女形象。当爷爷来到乐宝房间时，乐宝已经起来吃饭了。爷爷观察了一圈宝家的基本状况后，回到福宝的房间。此时福宝已经醒了，爷爷将新到的竹笋让福宝品尝。福宝熟练地给竹笋剥皮，剥完皮一口咬上去，感觉味道还不错。爷爷说想吃一下，福宝还不想给爷爷。看来这次的竹笋很符合福宝的胃口。之后爷爷又来到爱宝的房间，爷爷像往常一样，每天都会收集爱宝起床后的第一次小便。之后爷爷会送去检测，查看爱宝今天体内激素的分泌情况。收集完爱宝的尿液后，便到了福宝一家每天的体检时间。而现在福宝也只有早上体检时才能吃到苹果，所以每次都是早早的坐到检验台前等爷爷的到来。而爱宝是否怀孕，爷爷每天都在用心的去观察，会去观察爱宝现在的一举一动，同时回想着怀福宝时是不是也这样。等下午到了福宝上班时，调皮的福宝当着爷爷的面居然踩起了围栏外的观景竹，而爷爷一直在旁边劝阻，但福宝完全装作听不到。最后爷爷放弃劝阻，改成了劝不过就加入，夸赞起了福宝的平衡能力很好。最后爷爷表示自己会时刻关注爱宝怀孕状况的，等有发现一定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